申不太，把东西留下。你现在走，我还能当没见过你。这话你自己信吗？花轿案是谁让你们做的？我没耐心陪你耗，现在说，你还能活？花轿里的新娘不是第一个。京城里最出名的病弱贵人只有一个，宁王萧灵燕。沈昭，你还不认罪？沈昭，我妹妹今日出嫁，连喜街都没走出去，就死在花轿里。你收钱放走凶手的时候，有没有想过她才17岁？所有人都认定他收钱放凶，可他根本没来得及替自己辩解。沈昭，人证物证俱在，你现在认罪，本官还能念你年纪轻，从轻发落。大人说人证物证俱在，我想问一句，人证是谁？物证又是什么？有人看见你在花轿经过前收了一袋银子，也有人看见那男人从花轿旁逃走。沈昭，事情已经闹大了，你现在硬撑，对你没好处。陆少颖的意思是我认了，京兆府就能交差了？放肆！公堂之上，岂容你胡言乱语？尸检验了吗？凶器找到了吗？逃走的人抓住了吗？指认我证词核过几遍？这些都没有，就急着让我认罪。大人，你们是在审案，还是在找人顶案？沈昭，你说这么多，是想替自己脱罪？你妹妹死了，你恨我，我能理解。但你若真想替她讨公道，就别急着替凶手认下一个替罪羊。仵作已经看过，苏家小姐死于匕首刺胸，你还想狡辩到什么时候？验尸仵作阁目已经验过，总该落笔。死者伤在何处，深浅几分，出血如何，衣物有无破损、积迹，这些都写了吗？事发突然，仵作只粗看过伤口，还没来得及落格。尸格没有，凶器没有，嫌犯没有，倒是我的罪已经有了。大人，让他看，我妹妹已经死了，我只想知道她到底是怎么死的。接官。是。绑着看。沈昭。死人不会撒谎。我不会伤他。你看出了什么？轿内看着乱，可乱得太刻意。沈昭，你看够了没有？若说不出个所以然，本官现在就治你扰乱公堂之罪。苏小姐不是被匕首刺死的，
胡说！胸口伤就在那儿，满堂人都看得见。看得见，不代表那就是死因。这一刀是死后补的，真正让他断气的是脖子上的勒痕。可我妹妹一直坐在花轿里，外面那么多人看着，谁能进去勒她？这就是凶手聪明的地方，他不一定是从外面冲进去的，他原本就在送亲队伍里，也有机会靠近花轿，甚至进入轿中。比起让我认罪，大人不如先查查这个。真正杀他的人不在轿外，在轿里。沈昭，你最好想清楚再说。今日公堂之上不是你胡乱攀扯的地方。是不是胡乱攀扯？大人让仵作再验一次就知道了。来，你先前验过苏家小姐，说她死于匕首刺胸。回大人，先前只是粗验，胸口伤处最显，小人便先报了刀伤。劳烦您再看看这里。大人，颈上的确有勒痕，痕迹极细，像是细线所致。若不细看，很容易被盖头压痕和妆粉遮过去。所以我妹妹不是被人一刀刺死的？不是，她先被细线勒住颈部，之后才被人补上一刀。她是先被勒死，之后才被人补了胸口那一刀。那一刀是给外人看的，目的是让所有人以为她死于当街刺杀。你怎么确定刀伤是后补的？有没有可能他先中刀，后来又被勒住脖子？若活着时中刀，血会往内山深处进，也会随着挣扎留下喷溅和擦蹭。他临死前真正抓过的东西是细线，若他先中刀，本能反应应该是去按伤口，不会只留下这种痕迹。就算苏小姐死因有疑，也不能证明你没有收钱放人。若是外面的人一刀刺进去，血迹该顺着刀势带出来，可这里更是这一洞上，更是后来抹上去的。新娘若真在轿中被刺杀，挣扎时留下的痕迹不会这么整齐，这里更像是有人事后补出来的。那凶手到底怎么进去的？花轿那么小，外头又都是人，这就要问送亲队伍了。小什么都不知道。青天大老爷明鉴啊！老身只是个送亲的，哪敢害苏小姐？苏小姐上轿前，最后一个碰她的人是你。是老身，新娘子上轿前总要有人扶一把，压一压盖头，这都是规矩。那你扶她上轿时，她人还清醒吗？清醒得很，她还同老身说了几句家常呢。她说了什么？我妹妹出门前心里紧张，若真同你说了话，你不会一点都记不住。苏小姐嫌轿里闷，让她把盖头压松些。你撒谎！我妹妹从小怕冷，不怕闷。今早我替她盖盖头时，她还说外头风大，让我别开窗，还不从实招来！大人饶命，老身真的没害人，老身就是收了一点银子，替人多压了一次盖头。你进轿的时候，苏小姐还活着吗？不知道就把你看到的说出来。她是自己坐着，还是被人扶着？她低着头，身子有点歪。轿里还有个男人，穿着送亲小厮的衣裳，半张脸被挡着。他说苏小姐不舒服，让老身压好盖头，别让外头人瞧出来，免得误了吉时。只见轿中有陌生男人，为何不报？老身以为只是替土家遮丑啊！我妹妹的命，在你眼里就值50两银子。胸口刀伤和轿内血迹，成了所谓刺杀证据。大人，现在能重审了吗？即便花轿案另有内警，你身上的嫌疑也没有洗清，指认你收银子的人还在，逃走的男人也尚未归案，所以更该查。查指认我的人是谁，查逃走的男人从哪儿来，查喜娘收的50两银子出自哪里。苏小姐临死前攥着他，说明他一定和凶手有关。沈昭，你是在教本官办案。周大人，既然案中有疑，重审便是。人命案查慢些不要紧，查错了才是真正麻烦。宁王殿下说的是。大梁传闻里，宁王萧林燕体弱多病，3步一咳，5步一喘。沈昭暂不定罪，押回京兆府看管。
花轿案重审，宋清队伍所有人不得离京。大人，沈昭身上嫌疑未清，我知道，但在真凶抓到之前，苏家愿替他做保，至少别让他不明不白死在牢里。沈昭，你以前不会这些。陆少莹以前也没认真看过我。苏婉宁被细线勒死，胸口刀伤是伪装。喜娘收钱压盖头，逃走的男人是诱饵，银叶子是关键。一个刚从死罪里捡回半条命的小捕快，当夜摸进京城最大的地下毒坊，那不叫查案，那叫把自己洗干净，送上砧板。你倒是睡得着，外标因为花轿案快吵翻天了，周大人一夜没合眼。周大人睡不着，是因为案子没查清，还是因为昨日差点定错案？喜娘已经招了，有人给了他50两银子，让他替苏小姐重新压一次盖头。那人戴着斗笠，身量不高，左手虎口有旧伤。逃走的那个男人呢？昨日那么多人看见他从花轿旁跑出去，京兆府总不会一点踪迹都没追到吧？还在追，没抓到。指认我收银子的那个人呢？也跑了。沈昭，这件事京兆府会继续查，你不必局句带刺。我不带刺，昨日就已经认罪画押了。喜娘是贪财的中间人，逃走的男人是明面上的诱饵，指认我的人负责把罪名往我身上扣。3个人分工这么清楚，背后一定有人在安排。我要看苏婉宁出嫁前3个月的行踪，见过谁，买过什么东西，府里有没有丫鬟小厮突然离开，还有苏家近来所有大额银钱往来。你现在还在嫌疑里，却像真把自己当查案的人了。陆少颖若能查，我倒是乐得歇着。可你们查到现在，除了差点把我送死，还查出什么了？我去调苏家的口供，你别再私自乱动。沈姐姐，外头人都说你昨日像换了个人。那他们以前很了解我。以前的沈姐姐不太说话，被凶也不敢回嘴，昨日公堂上的话把大家都吓住了。人快死的时候，总要学会回嘴。那你真的能抓到杀苏小姐的人吗？能不能抓到，要看凶手急不急。最后一次，他去了长乐坊附近的一间胭脂铺。苏婉宁不是单纯被害，她死前很可能已经察觉了危险。沈姐姐，你真要去啊？陆少颖要是知道我帮你出去，一定会罚我的。所以别让他知道。长乐坊不是什么好地方，府里的人都说那里进去容易，出来难。你要是遇到危险，就别硬撑，先回来再说。放心，我这个人惜命。这种地方，真正要紧的门，从不摆在明处。新面孔，谁带来的？银叶子果然是幸运。那里不像普通赌客能进的地方。哎呀，怎么走路的？哎呀！石阶尽头有一股很淡的血腥味。甲七送南城，乙3入苏府，丙9转旧仓。
叶片边缘的暗纹和账册上画的标记一模一样。这不是寻常打手，是后来我在开篇里遇到的那场围杀。他认出了银叶，那就够了。花轿案是谁让你们做的？我不知道。白衣、青壳、云纹暗器，我没耐心陪你耗。现在说，你还能活？花轿里的新娘不是第一个。官差来了！京城里最出名的病弱贵人只有一个，宁王萧灵燕。现在回京兆府，只会把线索带进别人的眼皮底下。宁王府别院，萧灵燕暗中救我，线索却又指向宁王府，他到底是在帮我查案，还是在把我往他的局里引？有些东西能藏，有些东西必须带在身上。沈姐姐，你身上怎么有血？不是我的。你每次这么说，都像要出大事。陆少英刚才来过2回，问你睡了没有。我说你头疼已经歇下了，他好像不太信。他信不信不重要，只要没进来就行。这就是苏小姐手里攥着的东西。嗯。那你查到他从哪儿来了吗？查到一点，但还不够。阿蛮年纪小，心也软，有些事知道的越少越安全。你昨夜出去了？陆少英一大早过来，就为了问这个。沈昭，你现在还没洗清嫌疑，京兆府只是暂时看押你，不是放你自由行动。你若再私自离开，一旦出事，我未必能保你。你想保我，还是想保京兆府？都有。帮我查这几个地方：苏府、长乐坊、城西旧仓，不要走明面，别让周怀正知道。你到底从哪儿弄来的？你先查，查完若觉得我该说，我再说。沈昭，我可以帮你查，但你也得答应我，别再一个人往危险地方闯。昨日公堂上我没有护住你，是我失职，可我不想再看你被人抓住把柄。陆廷舟不坏，只是太懂官场，也太知道怎么避祸。行，我尽量。你这句尽量听着比不答应还吓人。不去危险地方，那是不可能的。有些门正大光明进不去，就只能夜里翻墙。王府守卫比京兆府严得多。如果萧凌轩真如传闻那样病弱，一个闲散王府不该有这样的防卫。他不是要杀我，是要试我。再试下去，你家王爷该睡醒了。
韩正，不必拦他。沈捕太深夜入府，若是查案，本王该请你喝茶；若是行刺，你这动静又稍微大了些。王爷既然知道我是来查案，就省些客套吧。长乐坊的案账里为什么会有宁王府别院？你动作比我想的还快，昨夜刚拿到账册，今晚就找到我这里来了。所以昨夜屋顶上的人是你。沈捕快，这话可不能乱说。京城人人都知道，本王病弱，夜风都吹不得，更别说去长乐坊屋顶替你挡箭了。王爷若真柔弱，刚才就该躲不开。沈捕头示人的方式实在不怎么客气。夜闯王府的人本来也没打算客气。那你现在试出来了？试出王爷会武，身边有暗卫，还很会装病，但还没试出你是敌是友。若我是敌，昨夜那支箭就不会被打。若你是友，长乐坊案账里就不该出现宁王府别院。宁王府别院3年前就已经空了，长乐坊案账里若有他，要么是有人借我的名义行事，要么是故意把线索引到我身上。这种营业我不是第一次见，5年前宁王府旧案里也出现过。先帝末年，有人指控宁王府私藏军械，勾结边将。宁王府旧案那一夜，王府旧部死了很多人，账册被烧，证人失踪，所有证据最后都指向我父王。后来呢？后来宁王府只剩我一个病秧子，朝中许多人便放心了。所以你也在查乐坊？查了很久，只是他们藏得深，每次碰到线头就有人断尾求生。苏家小姐的死，是这几年里第一次有人把银叶攥在手里带出来。王爷既然早知道银叶有问题，为什么不早查？苏婉宁死了，喜娘被利用，原主也差点被你们这条线害死。你们暗地里斗了这么多年，死的却都是旁人。沈昭，注意你跟王爷说话的分寸。你说的对，死的都是旁人，所以我这些年查得越久，越不敢轻易动手。没有证据，掀不开这张网，只会让更多人被灭口。那你把纸条塞给我，是想让我替你冲在前面？是。我需要一个能站在明处查案的人，你需要暗处的线索和保命的退路。沈昭，我们不是彼此信任，只是眼下目标相同。我不替任何人卖命，我也没有要你卖命。你查你的案，我查我的旧账，查到同一处时，互相递一把刀。若有一日你觉得我也在局里，大可以把刀指向我。长乐坊背后是谁？现在还不能确定，但他牵着毒坊、商路、官府暗账，甚至可能牵着工部旧仓。单凭一个花轿案，动不了背后的人。那就从能动的开始。喜娘见过那个穿宋清小丝衣裳的人。苏婉宁出嫁前去过长乐坊附近的胭脂铺，案账里有城西旧仓，先查旧仓。沈部长果然不喜欢绕路，绕路容易死人。那你看看这个。每一句都短得像随手一花，可每一句后面都可能是一条命。这些案子也和银叶有关，至少有4个失踪前被人看见去过长乐坊附近，还有2个家中收到过银叶。苏婉宁不是第一个，也不会是最后一个。最让人发冷的不是尸体，是有人用几个字把他们从案卷里抹掉。这份东西我带走。这是王府案卷，不能随便交给外人。那你们留着看了半年，查出什么了？让他带走。沈昭，长乐坊那边已经知道你碰了暗账，今夜之后你的麻烦不会少。你若还想一个人扛，未必扛得住。王爷是想说你能护我？我可以替你挡一部分案件，但明面上的路还是得你自己走。那王爷最好挡准一点，我的后辈不喜欢交给不熟的人。巧了，本王也不轻易替人挡箭，像一柄藏在鞘里的刀。是我。沈姐姐，你再不回来，我就要去找陆少爷了。找他做什么？让他带人去宁王府抓我。宁王府？别问，问了你也睡不着。我现在也睡不着。
你昨夜是不是又出去了？陆少英现在问这个，像不像明知故问？沈昭，我昨日才同你说过，不要再一个人往危险地方闯。我也说了，尽量。所以你根本没打算听。陆少爷，若每条线索都等官府批文，等层层上拜，等上面点头，苏婉宁的尸体现在已经入土了，我也已经认罪了。你比我清楚，有些案子不是查不到，是不想查。你昨夜查到了什么？近半年京城失踪女子17人，你先看看。这些都是旧案，有些已经结了。私奔逃奴、走失无名尸，结的倒是干净。可他们失踪前都去过长乐坊附近，其中2户人家还收到过银液。这份卷宗从哪来的？若这些案子真有关联，那花轿案就不是单独命案，是有人在京城里长期拐人杀人，还能让官府一次次草草结案。所以我需要卷宗房里所有女子失踪案的原卷，包括那些被判成私奔逃奴走失的。这次你若还怕担责，我就自己去偷。你说话能不能别总像拿刀戳人？习惯了，改改，看情况。我去调卷宗，但你得答应我，看可以，不能私自带走。还有，义庄那边没有我的手令，你进不去。我带你去。14岁到20岁，绣娘、卖花女、酒肆老板的女儿，出门买一盒胭脂就再没回来。柳杏儿，你认识？她住在我家隔壁那条巷子，以前卖花的，笑起来特别好看。她不是私奔。你确定？我确定。她娘病着，家里还有个弟弟，她怎么可能私奔？她失踪那天，她娘还在巷口找了一夜，后来来府衙报案，衙门的人说杏儿姐姐可能是跟人跑了，不让她娘再闹。没多久，她娘也病死了，她弟弟被亲戚接走，后来就没人再提这事儿了。人没了，家散了，最后只换来案卷上轻飘飘的一句私奔。去义庄。验尸不是为了血气，是为了让这些已经开不了口的人再给自己说一次话。你怀疑他们被关在同一个地方？至少有几个人去过同一个地方。他们失踪后有一段时间还活着。苏姑娘，你怎么来了？我听说沈捕头在查长乐坊，苏家有几间铺子在那附近，我让人去问了问。我妹妹出嫁前1个月，确实去过长乐坊附近的胭脂铺，她没有只买口珠，还曾让掌柜替她传过一句话。传给谁？一个叫柳杏儿的卖花女。柳杏儿，若我出事，查营业。这是我在她旧装栏里找到的。昨日之前，我一直以为她只是婚前心绪不宁乱写的。她在查柳杏儿的失踪，她查到了营业，所以她死在花轿里。沈昭，我之前恨错了人，可我现在不想说那些没用的话。你告诉我，我能做什么？你继续查苏家上路，尤其是和长乐坊、城西仓运有关的铺子，不要惊动太多人。越是平时看起来干净的账，越要查。好。那我们现在去城西，你又想一个人去？这次不能带太多人。若旧仓真是关押他们的地方，里面的人一定盯着官府动静。你带人从明面查附近仓籍，别靠太近。我先去探路。沈昭，你知道这有多危险吗？知道。知道还去？就是因为知道，才不能让一群衙役敲锣打鼓的过去。陆少爷，你不是想查案吗？那就别只想着把我拦下来，去做你该做的事。1个时辰，1个时辰后你若没出来，我带人进去。可以。沈捕头每次见我都这么不客气。王爷大晚上不在府里养病，跑来这种地方吹风，不怕明日又咳得给全京城看。
习惯了。你查的比我想的快。你给的卷宗够明显，那也要有人肯看。那里有一扇小门，守卫半刻一换，里面至少有2层暗室，别走正门。王爷查得这么清楚，之前为什么不进？我进过一次，里面搬空了，只剩几件女子衣物和一枚银叶。之后再查，线索断了。这次未必会断，所以我来了。就是这里。他们曾经在这里活着，等过，怕过，也许还盼过有人来救。后面还有暗门。这些不是证物，是他们最后留下来的痕迹。这不是普通命案了，这批假银不是给普通人用的，做得太细，重量也压过。若只是市井流通，用不着这么费功夫。他要么是为了掺进官银，要么是为了混进军饷，从来都不是。若这些军械流向边关，死的就不止京城里的17个姑娘。所以不能只拿几件遗物回去，图纸、模具、暗账都要带走。来不及了，后墙有水道，你带东西先走。你呢？沈捕头现在知道关心本王了。我是不想唯一的证人死在这里。放心，本王命硬，没那么容易死。烧得这么快，说明旧仓里的人早有准备。我们不是第一批找到这里的人，也不是他们第一次毁证据。你从旧仓带出来的？旧仓已经被烧了，这些是我抢出来的。你现在立刻封锁现场，查最近3个月进出城西仓道的车马，再派人去查工部仓籍，看看这间旧仓挂在谁名下。沈昭，你知不知道这是什么？私查军械和官银，是要捅到朝堂上的。所以才要快。你是不是又见了宁王？你们2个人，一个敢夜闯王府，一个敢把亲王拖进案子里。沈昭，你是不是真觉得自己的命很多？我只有1条命，所以才不能让别人随便拿去填案子。御史台来人了，来拿我。他们凭什么拿你？旧仓里明明找出了军械图纸，还有那些姑娘的东西，这些都不查，为什么先抓你？沈昭，你涉案未清，又擅自行动，搅得京城人心惶惶，奉命带你回去问话。郑御史，旧仓中确实有军械图纸和假银模具，此时拿它，恐怕会让真正涉案之人有机会灭证。陆少隐是在教御史台办案，下官只是就案论案。沈昭一个小小女捕快，擅闯毒坊，夜探旧仓，还私藏证物。若人人都学他，京城岂不是乱套了？郑御史说的这么清楚，看来对我这几日查过什么很了解。你想说什么？
旧仓失火才几个时辰，御史台就知道我夜探旧仓私藏证物。沈昭，郑御史消息这么快，是早就盯着案子，还是早就盯着我？牙尖嘴利，带走。沈昭，他们不能这样带你走。别哭，我不会有事。你每次都这么说，可每次都更危险。风向变得太快，快到像有人早就备好了话本。查案查到权贵脚下时，最先被审的往往不是案子，而是查案的人。沈昭，你原本只是花轿案里的一个嫌犯，若老老实实配合审问，未必没有活路。可你偏偏不安分，非要把事情闹大。案子本来就大，不是我闹出来的。苏家死了个女儿，自然可怜。可京城稳不稳，朝堂乱不乱，边关军心动不动，这些才是大事。那些军械图纸呢？假银模具呢？这些也能当没看见？旧仓失火，证据已经不全，你私自带走的东西也不能证明来源。想活命就认下擅闯旧仓，扰乱案情。至于花轿案，你只要承认自己受人蒙蔽，收了银子却不知情，上面未必会要你的命。你笑什么？笑你们连劝人认罪的话都差不多。前几日京兆府也这么劝过我，说我认了就能从轻发落。可我这人命硬，最不爱认别人塞来的罪。沈昭，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。你以为宁王会救你？他自身都未必干净。你查的这些东西牵扯太深，不是你一个小捕头能碰的。那就说明我碰对地方了。哼，带回去，让他冷静冷静。旧仓失火太快，御史台来得太快，弹劾我的罪名也太准。花轿案、失踪少女、旧仓、军械、假银，所有线索都在往更深处沉。你查的不是失踪少女，是宁王府旧案。原来花轿案不是开端，银叶子也不是开端。若是萧灵燕，她是在提醒我；若不是她，就是有人想挑拨我和宁王府。你今日会被带去复审。这么快？有人把军械图纸、假银模具和旧仓车马记录送到了御前，陛下亲自下旨，让大理寺、刑部、京兆府三方会诊。这次不是小阵仗，御史台会咬死你私取证物、擅闯旧仓，周怀正也不会认自己草率定案。你若只想着逞口舌之快，谁都保不住你。陆少爷，你这是提醒我，还是怕我把你也拖下水？都有。可我昨夜翻了一整晚卷宗，那17名女子的案子确实被压得太草率。苏明渊昨夜送来的，苏家商队查到，近半年有几笔银子从长乐坊流量城西仓运，最后又转进了工部名下的采买账。假账再干净，银子走过的路也会留下影子。你确定够了？只要大理寺的人不是全瞎，就够了。沈昭，你原本只是花轿案嫌犯，却私探长乐坊，擅闯城西旧仓，还私藏军械图纸和假银模具，你可认？不认。我查长乐坊是因为苏婉宁临死前钻着银牌子，去城西旧仓是因为长乐坊案账里写着旧仓。至于军械图纸和假银模具，我若不带出来，他们已经和旧仓一起烧成灰了。你说的倒轻巧，证物来源不明，谁知道是不是你故意栽赃？周大人说来源不明，那正好。请问旧仓失火后，京兆府封锁现场了吗？查过仓籍了吗？问过附近车马了吗？旧仓失火后，下官已带人查明，城西旧仓虽挂在废弃仓籍下，近3个月却有车马夜间出入，车级宽度与工部运料车相逢，附近居民也曾听见夜间搬运声。下官昨夜才查到。可有记录？陆廷舟，你既查到这些，为何不早报？且旧仓案发之前，周大人并未下令细查城西仓籍。第一，苏婉宁不是死于匕首刺胸，而是被细线勒杀后补刀伪装。第二，苏婉宁死前查过柳杏儿，柳杏儿是17名失踪女子之一，她并非私奔。此案为何以私奔结案？当时其家人并无确凿证据，只说人不见了。京城每日走失之人不少，府衙人手有限，便暂作私奔处置。弟弟宁彦佑失踪在给家中买药，这样的人私奔，周大人信不？沈昭，公堂之上不容你煽动情绪。我没有煽动情绪，
我只是在说第3件证据。长乐坊近半年有银钱流向城西仓运，再转绒布采买账。苏家商队账册可以作证，城西仓运掌柜的签押也在上面。若几位大人愿意查，顺着这条银路，一定能查到假银流向。沈昭暂且无罪释放，留京听审。长乐坊城西旧仓失踪女子案并案重查，京兆府先前卷宗全部移交大理寺。大人，此案尚未查明，若贸然移，正因为尚未查明，才不能再让京兆府单独查。你刚才差点把周大人气死。气不死，真气死了，还得多查一桩案子。你在牢里待了一夜，脸色不好，先披着吧。多谢。该谢的人是我，若不是你，我妹妹就真的成了一个被匕首刺死的新娘。柳杏儿他们也只会一直躺在那些没人看的案卷里。案子还没完，我知道苏家商路我会继续查，你要什么账我都让人送来。沈昭，我妹妹没能说完的话，我替她继续说。你刚出大理寺，现在一个人回去不安全。我知道。知道你还……快动作！病弱。本王只是今日往日的身体尚可。王爷这身体上的得挺吓人。沈捕口刚脱罪便遇刺，本王若再咳得慢一点，你怕是又要嫌我挡箭不准。能问出是谁派来的吗？问不出太多，这样的人多半不知道真正主子是谁。不过他们来得这么快，说明复审确实戳中了某些人的痛处。我带他们回去审。陆少爷，审人可以，但别把自己搭进去。今夜之后，京兆府未必干净。王爷今日出手，是不打算继续装了？在陆少爷面前，还是要装一装的。至于你，你早就不信了。你找我，不只是为了救我吧？你今日在公堂上把失踪女子案翻出来，下一步就绕不开宁王府旧案。有些东西，与其让别人递纸条挑拨，不如我亲自给你看。那纸条不是你送的？不是。我若要告诉你，不会只写一句半真半假的话。5年前，宁王府被指私藏军械，所有账册在一夜之间烧毁，能作证的人一个接一个死了，最活下来的只有我这个病秧子。所以银叶不是花轿案才出现的？不是，他第一次出现是在宁王府旧案的账房尸身旁。沈昭，现在你还要继续查吗？查。但从现在开始，王爷最好别再瞒我，否则下次我的刀指向谁，就不一定了。好。从这一刻起，他们的案子终于有人重新翻开了。你墙上那些案卷，我要一份副本。沈捕周，那是宁王府5年暗查的东西，不是街边随手能买的纸。那就抄一份。给他，他若查得动，早晚会用上。是。沈昭，今日大理寺那边会有动静，秦陵不会看着你继续查下去。当朝首辅百官之首，京中人人称他清正，这样的人若站在银叶背后，才最可怕。5年前宁王府旧案是秦陵做的，当年弹劾宁王府的第一道折子出自他的门生，查抄王府的人是他举荐的。
后来所有证人死的死，失踪的失踪，最终得利的人也是他。我知道了。你现在连遮掩都懒遮掩了。你不是早知道我去见宁王了吗？知道是一回事，看见又是另一回。沈昭，我现在越来越觉得自己不像查案的少卿，倒像专门替你收拾烂摊子的。那你今日可能要更忙。又出事了。查公布近5年军械采买，尤其是和城西旧仓有关的批文，再查最近边关军粮有没有迟发、少发、调拨异常。军械假银还没查清，你又要查军粮？不是我要查，是他们本来就连在一起。假银若混进军饷，军械若被私运出京，下一步一定是粮、兵器、银钱、粮草3样，只要动2样，边关就会乱。这不是京兆府能碰的案子，所以现在案子在大理寺。我去查。大人，宁王旧部调换了粮车。粮车没有出京。我查过苏家的车马行记录，那批粮车在京郊换道后根本没走北门，而是绕回了城南。城南那一片都是皇庄和寺院，寻常商队进不去，我的人只能跟到这里。护国寺，若粮真藏在护国寺，这案子就更麻烦了。那里不是普通地方，贸然闯进去，一个冒犯皇室的罪名就能先把我们压死。所以我才来找你，沈昭。我妹妹查营业时，很可能也查到过苏家粮道，她不是无缘无故被杀。我去护国寺，不能硬闯。我知道，这次不翻墙。花轿案、失踪少女案、旧仓军械案已经并案重查。护国寺若涉及军粮藏匿，我可以凭手令请求搜查。请求可以，但他们未必会让你查。那就让他们拒绝的大声一点。越不让查，越说明里面有东西。几位大人，今日寺中供奉先帝牌位，不便惊扰。若是查案，还请改日地铁。军粮案牵涉边关，不是地铁拜访，请寺中住持出来。女施主，护国寺乃皇家寺院，不是寻常府衙，若无宫中旨意，小僧实在不能放诸位进去。寺中近日可有粮车入内？寺中香火供奉不断，有米粮进出，并不稀奇。我问的是军粮。沈昭，别在山门前闹得太难看。陆少爷，难看的不是查案，是有人把军粮藏进供奉先帝牌位的地方。大理寺奉旨并案重查，花轿命案、失踪少女案、城西旧仓军械假银案，皆牵涉军粮流向。护国寺若问心无愧，就请开门受查。若拒不开门，今日所有人都听见了。护国寺若清白，今日让大理寺入内查验，自然能洗清嫌疑。若执意阻拦，来日边关将士饿着肚子上战场，护国寺担得起，还是拦路的人担得起？神不快，护国寺供奉先帝，不敢有半分不敬。你今日若查不出东西，冒犯皇室的罪名，老衲也担不下。查不出东西，我自己担。但若查得出东西，住持也别急着说自己不知情。后院乃清修之地，女施主。粮车从后门进的，不查后院，难道查香炉？再干净的地，也会留下痕迹。这里。这里供奉旧经，平日无人进去。那就开门。真是军粮。这不可能，老衲不知此事。空的。
沈昭，这是什么？死尸名册。沈昭，这东西不能只压在我们手里。送大理寺，再送御前。有人扣军粮，私养死尸，再嫁祸宁王旧部，这不是小案子了。神捕快，陆少银，宫里出事了。宁王殿下入宫面圣，主动承认自己多年装病，可首辅秦大人当殿弹劾，说宁王暗养势力，私察朝臣，勾连边军，有谋逆之嫌。陛下怎么说？陛下沉默了很久，最后下旨让禁军围宁王府，等候查问。秦荣不是被逼急了才反扑，他早就等着萧凌轩暴露。沈昭，不能再往前冲了。现在宁王府被围，秦吏已经把谋逆的罪名扣了下去。你若再被他们抓住错处，谁都救不了你。所以不能等。秦陵把军粮藏在护国寺，又让人把死尸名册放在这里，不是失手，是故意让我们找到。他想让所有证据都指向宁王。对，军粮被扣，嫁祸宁王旧部，死尸名册里有刺客名字，下一步就能说这些人受宁王指使。那我们现在把行册送到御前，至少能证明死尸和护国寺有关。证明不了真正主使。这本名册太干净了，它像一把刀，但刀柄被人擦干净了。你带着这些东西回大理寺，护国寺里所有军粮、名册、粮车印记都要封存，别让京兆府单独接手，也别让御史台的人带走原件。那你呢？沈昭，我去找刀柄。你别告诉我，你要一个人追秦人的线。你现在已经被他们盯上了，再往前走就是明着送死。如果秦腔现在最想除掉的人除了宁王，还有谁？你。所以他们一定会来找我。你这是拿自己当诱饵。是。沈昭，你以为每一次都能赌赢吗？你若真落到秦帆手里，他不会给你第二次翻身的机会。所以我需要你在外面活着查。若我被抓，你不要莽撞来救我。你去找苏明远，让他把假银流向的商账送到大理寺，再去宁王府外把护国寺军粮的消息递给韩昭。萧凌燕不会坐以待毙，他需要知道我入了哪条线。半个时辰后送到陆廷舟手里。若我没有回来，就告诉他，我失踪前最后走的是长乐坊西巷。秦陵的人会搜走刀和银叶，却未必会注意一道新磨出的陶片。终于现身了。沈捕头，我们大人想见你。你们大人是谁？你查到现在，难道还猜不到吗？沈捕快最好别动手，你若伤了我们，今晚死的人就不一定是你一个。苏家、京兆府那个小丫头，还有帮你调卷的陆少爷，谁都能出点意外。用旁人威胁一个捕快，倒真像你们会做的事。7次左转，4次右转，最后一次下坡很长。我们大人说了，沈捕头是明白人，不必用那些粗陋手段。那你们大人倒是挺会装体面。沈昭，这几日京城因你闹得很不安宁。不安宁的是京城，还是秦大人？年轻人有锋芒是好事，但锋芒太过容易伤了自己。
你原本只是京兆府一个小捕快，凭本事翻了花轿案，本官其实很欣赏你。所以秦大人请我来司牢里欣赏。案子查到这里，已经不是你能碰的了。你若现在愿意站出来，承认自己被宁王利用，伪造证据攀刀朝臣，本官可以保你不死。秦大人想让我做证人？不是证人，是迷途知返的人。宁王装病多年，暗中豢养势力，利用你查花轿案，把旧案翻出来，为的就是替自己写脱5年前的谋逆罪名。他骗了你，你只要把真相说出来，朝廷不会为难一个被蒙蔽的小捕快。秦大人这番话准备得很全，只可惜我这个人不太会迷途知返，我只会顺着证据往前走。那就可惜了。沈捕头就在这里好好想想，明日天亮前，本官还会给你一次机会。宁王府那边如何了？禁军围着，暂时没有动静。韩赵的人被牵在外面，进不得宫。首府大人说，天亮前要让沈昭画押，只要他认了宁王利用他伪造证据，明日朝会便能坐实宁王谋逆。那账册呢？等宁王府一倒就转走，旧账不能再留在京里。在你心上，陪你每个黑夜。都是对留恋离别，总是在该有的一天。我的愿你只剩下含泪埋怨，人是一往无前，是几曾凝望的笑脸。若不是重演，我想我依然会有我。里面怎么没动静？沈不成，你还真是不知道怕。怕，所以才要快一点。沈不太，把东西交出来，我还能让你少吃点苦头。这话你自己信吗？大理寺办案，所有人放下兵器。你早就留了后手。我这个人惜命，真以为我敢一个人进来，是因为不怕死？沈昭，你下次再拿自己当饵，我一定亲手把你锁进大理寺。先别骂，拿好。这里面有长乐坊暗银、旧仓军械、护国寺军粮，还有秦郎饲养死士的名册。宁王府当年不是私藏军械，是奉旨清查军械亏空。对，秦良当年不是查出了宁王府谋反，是被宁王府查到了他的命门。世界一切都在有情，我会用手中的线为你陛下，沈昭不过京兆府一名小捕快，私闯民宅擅取政务，夜会宁王。他所谓证据来源不明，极有可能是宁王为翻旧案而伪造。沈昭，你有何话说？回陛下，臣女没有话要替自己辩，臣女只陈证据。这是长乐坊案账，营业编号、营前流向、苏府、城西旧仓、护国寺粮道都在其中。回陛下，长乐坊已经封查，案账印记属实。督访案账牵扯市井污秽，
如何能攀到朝堂？这是苏家商路账。近半年，长乐坊有数笔银钱经城西仓兵转入工部采买。臣女苏明渊愿以苏家全族声誉作保，账册为真，若有半字虚假，愿受查验。臣女的妹妹苏婉宁死前正在查柳杏儿失踪案，她留下纸条，写若我出事查银业。她不是意外卷入，她是因为查到了这条线，才被杀在花轿里。苏姑娘丧妹心痛，被人利用也不奇怪。秦大人一句被人利用，就想抹掉我妹妹的死吗？陛下，商户之女所言不足以定朝臣之罪。那军粮呢？北境军粮失踪3成，却没有出京，而是藏在护国寺偏庭地下。回陛下，护国寺粮仓为臣与沈昭一同查出，军粮官印数十，死士名资也数十，刺客领银傲号与账册上长乐府暗银编号一致。陆少尹，你曾为京兆府官员，如今为了自保，替沈昭作证，难免有推责之嫌。臣有失察之责，愿受处分。但失察是失察，证据是证据，臣不能因为自己怕担责，就继续让旧案烂在卷宗里。秦青，这些证据你如何解释？臣不知长乐坊暗账，也不知护国寺军粮。若有人借臣名义行事，臣愿自请彻查。但宁王装病多年，暗养势力，私察朝臣，此事却不容忽视。请陛下彻查宁王。宁王装病，谋逆旧案。秦大人说的不错，本王确实装病多年，也确实暗查旧案。可本王为什么装病，为什么查案，秦大人难道不清楚吗？宁王殿下这话，臣听不懂。那本王帮秦大人听懂。这是北境12位旧将的联名血书。5年前，尚未上报，宁王府便被冠上私藏军械、勾连边将的罪名。当年替宁王府作证的人，一个接一个死去。账房林峰畏罪自尽，工部匠人失踪，宋姓小义病死。如今同样的银业案文又出现在苏婉宁案、失踪少女案和长乐坊案账中。可臣这些年每一日都臣病弱无用记得，宁王府上下不是死于谋逆，是死于灭口。这半页密旨藏在秦党司牢账册夹层里，上面有先帝旧印，也有宁王府奉旨清查军械亏空的残据。若宁王府当年真是谋逆，为何会有这份密旨？若密旨是伪造，又为何藏在秦党司牢，而不是宁王府？秦龙，你还有何话说？臣为大梁操劳20余年，清查乱党，整肃官场，所做一切皆为朝局安顿。沈昭一个小捕快，懂什么朝堂平衡？你一个小小女捕快，凭什么毁我20年经营？凭你犯下的每一桩案子，都有人记得。苏婉宁记得，所以她死前攥着银叶；柳杏儿的母亲记得，所以到死都不信女儿私奔；宁王府旧部记得，所以5年后还有人愿意联名作证。你以为把人杀了，卷宗烧了，真相就没了？秦大人，案子不会自己开口，但总有人会替他们说话。秦中一党交由大理寺、刑部、督察院3司会诊，宁王府旧案重启，所有相关卷宗重新核查，花轿案、失踪少女案、军械假银案并案清算。沈昭，你想要什么赏赐？臣女只求一事，重查京中羁押冤案，设立女提刑官一职，准许我查案。准了。宁王殿下身子还是这么差呀！还装？在外人面前，本王总得给沈大人留些英雄救美的机会。少来！城南出了新案，走不走？沈大人亲自来请，本王哪敢不走？这一次，我要自己走。我知道。